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冯小刚乘以赵丽颖等于票房炸弹，向阳花预告曝光，全网狂热。中国电影导演到底要把赵丽颖开发到什么程度？第20条里，张艺谋让赵丽颖演了个聋哑人，破旧不堪的村妇扮相，一句台词都没有，赵丽颖依然把角色演得让观众看着揪心。拍过《扫黑风暴》的导演伍佰，又让他在《浴火之路》中挑战了失孤母亲。破碎冷冽，已经找不到一丝当年花千骨中小骨的单纯甜美了。而新片《向阳花》里，赵丽颖又双若卓变样了。这一次冯小刚更狠，直接把赵丽颖送进了监狱。看完了最新预告，震惊之余也清楚地感受到，或许赵丽颖的潜力只被中国电影导演们开发了不足1/10。而演完这部《向阳花》，我断定赵丽颖又要火遍全国了。换个角度打开女性电影，冯小刚出手就是王炸。女性电影想必大家看过不少了，比如口碑评价颇高的好东西，以及正在上映的想飞的女孩，都是标准的女性电影。而冯小刚执导的《向阳花》也可以划入到女性电影的行列中，只不过风格不同。他虽然将视角对准了女性，但这一次的主人公却是刑满释放的女囚，一个曾经为了给女儿购买价值20万的人工耳蜗，铤而走险的女人高月香。她的性格本就彪悍泼辣，2年4个月的刑期也没改变她的个性。在监狱里，高月香遵守纪律，认真服刑，但也会在得知同牢房里住进人贩子时，忍不住大打出手，巴掌一个接一个的打，骑在人贩子身上就是干。但出狱后的高月香就一个念头，豁出去，活下来。她在酒店应聘过保洁员，工作十分辛苦，但即便她认认真真的打扫每一个房间，对方依然没给她留活路。不仅私自翻她的包，发现了包里的刑满释放证明，拒绝继续给她提供工作机会，甚至还怀疑她包里的东西是偷来的。老板当场要求给高月香搜身，而此时的高月香已经把尊严抛到脑后了。在脱下衣服的那一刻，她的反应是给你 solo。这也注定高月香出狱后的是不在乎尊严的，相比起活下来，自尊一文不值。随后她在夜场卖过啤酒，还在码头上抓过鱼，也给化妆品公司做过敏测试。凡是能挣钱的活，高月香从不拒绝。但即便她如此努力地活着，依然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。高月香和自己在狱中结识的朋友，因为得罪了夜场的男人，拼死逃命。对别人来说，活下去那么简单的事，对他们来说却异常艰难。故事是好故事，角色是好角色。这一次冯小刚一出手就是王炸，他抓住了女性题材这一流量密码，又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。不仅新鲜感有了，还填补了这种类型的空白。而过往战绩漂亮的冯小刚，也同样值得大家信任。他的导演水准放在国内也是名导级别的，从电影呈现出来的影像语言来看，还是有着鲜明的冯氏特色。或许这一次冯小刚能自证，男导演也能拍好女性电影了。实力派扎堆，赵丽颖惊艳，影后在路上。看演员阵容，向阳花其实并不算强劲。相比于张艺谋、陈凯歌等导演在第20条、志愿军等作品中使用人海战术及其老中青3代演员中的顶流，冯小刚选择把钱花在刀刃上。除了赵丽颖之外，剧中的其他几位女演员都跟流量无关，但无一例外都是有口皆碑、贴合角色的演员。比如饰演聋哑人的兰西亚，在去年的《山花烂漫》时和《追风者》中都有着精彩的表现。在新生代演员中，她不仅长相具有辨识度，演技更是一流。在《向阳花》的预告中，兰西亚接地气的形象也非常贴近人物。再比如演员踹妮，一直以演配角为主，在《玫瑰的故事》和《我的前半生》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。而她还是冯小刚的御用演员，在冯小刚进军电视剧市场，
执导的伪2巨作《北辙南辕》和《回响》中，他都饰演了重要角色。再度合作，显然是因为冯小刚看中了踹泥的实力。而在影片中，饰演监狱里的纪律委员的王菊，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却极具天赋，在《好东西》《繁花》和《爱很美味》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。包括同为女团出身的程潇，也备受影视作品的欢迎。在《唐探》系列中，她就数次露脸。此次饰演的女老板有点头脑但不多、笨蛋美人型的角色很适合程潇。而影片真正的卖点和看点，则是集中在女主角赵丽颖身上。虽然已经在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风吹半夏》以及其他电影作品中见过赵丽颖彪悍的样子，但看到她在预告里满身是血、龇牙咧嘴的跟男人干仗时，还是被惊到了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的可塑性实在是太强了，演绎女罪犯手到擒来，再次证明飞天奖和金鹰奖事后交到赵丽颖的手里，完全是实至名归。预告中有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镜头，比如逃命后一屁股坐在路边，赵丽颖整个人的状态是疲软的，模样是狼狈的，但带着愤怒和哭腔的声音，又能让人感受到她的心酸和委屈。看完预告的那一刻，同时也看到了影后在向赵丽颖招手。冯小刚与赵丽颖的强强联合，注定让《向阳花》成为备受瞩目的作品。随着预告片的曝光，全网热度瞬间飙升，观众们纷纷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期待。不仅是因为导演冯小刚的金字招牌，更是因为赵丽颖的倾力加盟，让这部作品未播先火。作为中国电影界的知名导演，冯小刚一直以其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著称。从甲方乙方到我不是潘金莲，他的作品总能在商业价值与艺术性之间找到平衡点。而这一次，他选择执导《向阳花》，无疑是对他个人导演风格的一次新的挑战。这部电影不仅延续了他一贯的现实题材风格，同时也加入了更多情感冲突和深度挖掘，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感受到更加丰富的情绪体验。赵丽颖的加盟无疑是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。从早年的《陆贞传奇》《花千骨》到近年来的《幸福到万家谁是凶手》，赵丽颖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演技，一步步从小花旦成长为实力派演员。此次在《向阳花》中，她将挑战全新的角色。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，她的表演充满力量感和爆发力，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温婉形象。这种突破性的表演，让观众对她的角色塑造能力有了更高的期待。除了冯小刚和赵丽颖，影片的其他演员阵容同样星光熠熠。优秀的演员不仅能赋予角色更多的层次感，同时也能进一步提升整部电影的质感。从目前曝光的预告来看，电影在镜头语言、氛围营造以及情节推进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。这种精雕细琢的制作方式，让人有理由相信，这将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作品。当然，任何一部电影的成功都不仅仅依靠演员和导演，剧本的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。《向阳花》所讲述的故事充满戏剧冲突，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影片聚焦普通人的生活，探讨家庭、情感以及社会现实等话题，使得观众能够在观影过程中产生共鸣。而冯小刚擅长的幽默与辛辣讽刺，也有望为电影增添不少看点。从市场角度来看，《向阳花》的热度已经初见端倪。预告片一经发布，相关话题便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单，网友们纷纷表示期待。电影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，而《向阳花》凭借其强大的阵容和话题度，有望在上映后掀起一股观影热潮，甚至可能成为票房黑马。对于赵丽颖来说，这部电影或许会成为她演艺生涯中的又一座里程碑。她一直以来都在不断突破自我，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，而《向阳花》中的表演将进一步证明她的演技实力。这也意味着她将在未来的影视道路上拥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。从整体来看，《向阳花》是一部极具看点的作品。无论是导演冯小刚的实力，
赵丽颖的突破，还是影片的故事深度和制作水准，都让人充满期待。相信这部电影上映后，定能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，甚至有望在票房上取得亮眼的成绩。对于观众而言，这不仅是一部值得期待的电影，更是一次情感与现实的碰撞。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生活的艰辛，也能感受到角色的不屈与希望。无论是喜欢赵丽颖的影迷，还是期待冯小刚新作的影迷，这部电影都将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。最后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这部备受期待的《向阳花》能否如预期般成为票房炸弹，真正实现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。王一博的无限可能，跨界与争议并存，他如何书写传奇人生？2025年3月，28岁的王一博再次成为舆论焦点。巴黎时装周上，他以 LOEWE 全球代言人身份连换3套未发布超级造型，既有军绿色皮衣搭配阔腿裤的文艺松弛感，也有深灰牛仔套装的休闲随性，却因外媒生图中的疲惫状态与长发造型引发热议。这场时尚盛宴中的争议，恰如他演艺生涯的缩影，在鲜花与质疑交织的道路上，始终以破圈者姿态探索多元可能。从偶像到实力演员的蜕变之路。自2014年以 UNIQ 组合主舞身份出道，王一博的跨界之路从未停歇。早期在《天天向上》展现的舞蹈功底，让他逐渐被观众熟知。2019年《陈情岭蓝忘机》一脚让他人气飙升，微博粉丝突破2600万。同年《陪你到世界之巅》更让他斩获金鹰奖观众喜爱男演员。但真正标志其演员转型的，是近年在电影领域的突破。无名中叶先生的隐忍克制，热烈中陈硕的热血赤诚，不仅让他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，更让观众看到其对不同角色的驾驭能力。2024年《追风者》中魏若来的复杂演绎，再次印证了他不设限的表演野心。文体跨界的先锋实践者。除了演艺事业，王一博在文体领域的探索同样令人瞩目。作为职业摩托车赛车手，他2024年斩获 GTSC 珠海站冠军。作为滑板推广大使，曾绿队在街舞综艺中夺冠。2024年更以奥运火炬手身份亮相巴黎。最引人注目的是2024年6月登顶港什卡雪峰的壮举，景区将其照片设为地标，带动了当地冰雪旅游热潮。这种挑战极限的精神，与他2025年发布的万物可爱形成奇妙共鸣，既热爱冒险，又能从细微处发现生活之美。争议中的自我坚守。随着知名度提升，争议也如影随形。巴黎时装周上的造型争议、生图状态讨论，折射出公众对顶流艺人的苛刻审视。但正如粉丝所言，喜欢他从来不是因为外表。从早期被质疑花瓶到如今被认可演技，从酷哥形象到逐渐展现的松弛感，王一博始终以作品回应争议。2023年热烈上映期间，他在采访中坦言，演员需要把自己放进角色里，而不是活在滤镜里。这种清醒认知，或许正是他在浮华中保持定力的关键。在影视、音乐、舞蹈和时尚之间来回跳跃，王一博的跨界之路充满争议，但也演绎了一场全新模式的顶级星辰之路。这个从露水坑舞而出的少年，用一段毅力前行的战斗历练，打破了对艺人的单一限定，让大家看到了当代主流艺人的新样态。跨界之路，毅力前行，加速成长。当大多数偶像还在包脱偶像编码时，王一博已经逐渐实现了偶像与艺人的大迁徙。从陌生的你到最为人所知的惊喜，他用实际上的演绎证明，偶像可以不止于歌舞。8年的舞而不休让他积累了深厚的舞蹈功底，也让他能够在音乐舞台上展现自信风采。而在大银山日志中，他被评为是最尽兴的主角。这个评价不只来自他的魅力，更在于他能够尽全力地选择地位自己的角色，并发挥最大的作用。从第一部电影到如今，王一博演绎了各类同性化不宜的角色，
比如克布人、基伦手、演员和民族英雄。他用真实的视觉效果和手势，让大家看到了这些角色的感情沉浸。争议中的坚定，充满挑战的跨界之路。王一博在时尚界的表现同样为人惊艳。他不仅是首位华语欧的 Celine 大使，更是一位能够用时尚外表体现他个人特质的艺术演员。在大展台上，他时尚的穿搭充满争议，但此也是他这种特立于时尚界的疯狂主义的体现。尽管过程中充满讨论，但是王一博一直用他的不断尝试和实力打破这些评价。在跨界与争议之间，他用他的严谨和背后的努力释放了硬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